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来教大家制作一款辅一造山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毛衣分成了前片、后片、前后片缝合、袖边、领子、下摆和装饰这几个部分。先编织前后片，然后将两片缝合起来，挑织领子和袖边，再挑织下摆，最后制作装饰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小码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这里图解都是以这样的格子形式，图中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线圈。并针，无论是并几针，都是占一个格子。这里不同的针法符号对应需要编织的针法，在图纸上都会进行相应标注，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这里数每行针数时，就数对应的格子数量，然后与棒针上的线圈对应。图解侧边的数字表示行数，正面均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从左往右看图解。注意反面编织时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，这个就是图解的基本介绍。下面我们开始正式编织。首先学习前片的编织方法，分为一区、二区、三区、四区和五区。先学习一区的编织方法，采用别线起针的方法起针，完成后另取线编织。左侧不加不减编织，右侧按照规律加针，这里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后面图纸中都会进行相应的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先来起针并编织第一行，下面请看演示。首先别线起针，可以直接用家里与织物不同颜色的零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后，右针上还有一个线圈，左针上的线圈就是需要的针数，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拉大线圈，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稍微拉紧，在这个线头上打一个结标记。
这个就是别线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下面来编织第一行。这里第一行在正面编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。这一行全部编织下针，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打一个活结。这里我用线随机，将这个线圈挑出，继续编织下针，把这一行织完。织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编织第二行。翻面，这一行图解全部是下针的符号，因为是在反面编织，所以需要编织相反的针法。这里全部编织上针。织好后，第二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编织第三行。编织前，可以先在棒针下方的辫子上扣记号扣做标记，标记第一行的位置。先织一个下针，接着是一个右加针，右棒针挑第一个辫子，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下针。这样右加针就织好了，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，接着对照图纸，织对应数量的下针。完成后，织一个挂针，将线从后往前挂到右棒针，挂针完成。然后织一个右上2针并针，以下针的方式挑下左侧一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左棒针挑起不织的一针，盖过左侧一针，并挑下。这样右上并针就完成了。对照图纸，继续织对应数量的下针，把这一行织完。织完后，第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编织第4行，这行也在反面编织，全部编织上针。遇到挂针时，正常编织。
完成后第4行就织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第5到8行也织好。前8行织好后，下面来编织第9行。对照图纸，先把挂针前的针法都织完。织好后，织一个挂针，接着织一个左上2针并1针，右棒针以下针的方式，同时穿过左棒针的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左上2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继续对照图纸，把这一行织完。全部织完后，第9行就织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1区剩余的行数织完。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注意反面编织时要编织相反的针法。这样1区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2区的编织，是接着1区继续编织的。2区左侧按照规律进行加针，右侧加针规律织完后不加不减编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左加针和中上3针并1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编织第1行，对照图纸，先把左加针前的针法都织完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针数和行数不做参考。织完后，接着来编织左加针，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右棒针，这一针下方第2个辫子，左侧1根线，织1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这1针，这样左加针就织好了。再织1针下针，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一直织到对应行数中上3针并1针前。织好后，下面我用小样教大家中上3针并1针的编织方法。先从左往右挑下2针不织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接着挑下不织的这2针，盖过这1针，这样一个中上3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接着再织一个挂针，下面对照图纸，把这一行织完。后面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织到对应行数后，还需要在反面进行加针。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先织一个上针，然后图纸对应的是左加针，因为是反面编织，
所以这里编织上针又加针，找到这个线圈下方的线圈，从后往前挑起这一针，织一个上针，这样就加出了一针。接着将这个线圈织一个上针，这个就是在反面编织左加针的方法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把这一行织完，织完后继续对照图纸把二区剩余的行数织完，这样二区就讲完了。二区织好后来编织三区，三区需要在左侧收针进行减针形成领口，右侧不加不减编织，左侧减针织完后再不加不减织对应行数，然后继续在左侧加针形成弧度作为领口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开始对照图解，用记号扣隔开需要收掉的针数，如果没有记号扣可以用别针代替。这里我小样针数随机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。接着之前的线先织2个上针，完成后左帮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并挑下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一针，下面按照这样的方法边织上针边收针，收完记号扣右侧的线圈。收针织完后，继续编织上针，把这一行织完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规律进行收针，收完对应针数后，对照图纸不加不减编织，织完对应行数后，在左侧继续按照规律加针，注意反面加针时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最后一行还需要起针进行加针，下面演示一下方法。这里我继续用小样演示，这一行开始编织上针，编起对应针数，放针穿入2针之间，织一个上针，然后将线圈套到左帮针上，继续边织上针边起针，织完剩下的针数。起完对应针数后，先对应织上针，
然后编织加针。继续对到图纸，把这一行织完。织完后，3区最后一行就织好了，3区也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到图纸，把4区和5区也织完。4区在左右两侧进行减针，5区在右侧减针，左侧不加不减编织。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，下面大家对到图纸，编织即可。全部织完后将线圈修针，下面演示一下修针的方法。这里我继续用小样演示修针的方法。剪一节稍长一点的线头，穿入缝针，然后将棒针上的线圈都挑下。最后将2个线头打个结。之前编织的线头预留一点，打个结固定。修针就完成了，到这里前片也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学习后片，同样采用别线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，织法与前片类似，大家对到图纸将其完成即可。到这里后片的编织就讲完了。前后片都织好后，将织片对应位置缝合起来。下面给大家提供缝合的方法，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再缝合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。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。首先找到边缘第1针。边缘第1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。第一种是划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划针，只是划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3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4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1针左侧就是第2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2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2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2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
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，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
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这样前后片的缝合就讲完了。前后片缝好后，下面来编织袖边。2个袖边的编织方法相同，都是先将修针的线圈和起针的线圈套回3根棒针上，然后绕圈交替编织双螺纹针法，也就是2针下针和2针上针交替编织。下面给大家提供别线起针套回棒针的方法。先用1根棒针套回1/2，然后再用第2根棒针继续套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，可以先看我演示再操作。将织片反面对着自己，找到起针结尾的这个线头，也就是打了结的线头，将这里拆开。拆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将环形针从正面穿入线圈，接着拆掉起针的线圈，稍微慢一点，防止线圈滑脱。继续从正面穿入线圈，拆掉起针的线圈，跳针，拆线。从正面看，线圈是这样的纹理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挑针。起针位置穿完后，继续穿修针位置。将之前的结解开。穿几针后，将线头拉出。
剩余的线圈用第3根棒针穿。穿完后，所有线圈就穿回棒针上了。可以核对一下线圈的数量，和起针数加修针的线圈相同。下面来编织第1圈，在腋下缝合位置开始编织，可以调整一下棒针上的线圈。将第1针调整到缝合位置，将3根棒针上的线圈均分。调整完成后，接着来编织。对照图纸，先织一个左上2针并移针，接着织一个下针，然后织2个上针，2针上针织好后，织2针下针，将线圈绕到棒针下方，再编织。下面对照图纸把这一圈织完。注意上针织好后，一定要将线圈绕到棒针下方再编织，不然会多针。织好后，第1圈就完成了。在第3根棒针下方的辫子上扣记号扣标记第1圈，且第3根棒针织完后表示一整圈的结束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把袖边对应圈数织完，织完后进行双螺纹收针。下面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看一下，下方是下针为例，将针放在线的下方，对应织2针上针。
然后收一针。注意收针不要太紧。接着左手捏住右棒针线圈的底部，将针取出，针放到线的上方后穿回线圈。左侧是上针为例，之相反针法，这一针下针，收一针，继续这一针下针，收一针，然后捏住线圈底部，抽出棒针，将针放在线的下方，穿回线圈。这一针上针，收一针，继续这一针上针，收一针。注意，始终需要通过移动右棒针来变换线头的位置。针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针上针时，线在上方。往下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收完这一圈。最后预留线头断线。收好线头。这样收针就讲解完了。这样一侧绣边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，把另一侧绣边也织完，织好后也装轮收针即可。这样绣边就讲完了。下面来编织领子，在3区前后片领口位置均匀的挑出对应针数，侧边位置就挑1到2根线，扶针收针位置就挑辫子，如果是起针位置也挑1到2根线。挑针完成后，再对照图纸编织对应的圈数，最后扶针收针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挑针并织好，织好后进行扶针收针，方法和领口收针相同。这样领子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学习下摆的编织，也是在前后片对应位置挑针，然后绕圈编织。编织方法和领子相同，
最后也进行扶针收针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下摆织完，这样下摆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装饰，在2个袖子上穿这样的丝带。下面演示一下穿入的方法。先从肩部这里开始穿，这里具体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决定。先从这2个洞穿入穿出。丝带两端预留差不多长。接着将丝带交叉，间隔1小节，从下方2个洞眼分别穿入。继续下方间隔1点，2个洞眼穿出。同样间隔的距离也可以根据喜好决定。往下按照这样的方法将丝带穿完。穿完后调整一下，然后打一个结，再系一个蝴蝶结。完成后可以用打火机将两端稍微撩一下边，这样一侧装饰就讲完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侧装饰也穿好，这样装饰就讲完了。到这里这件毛衣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